在今天这一期故事开始之前呢，首先要感谢朋友们对我父母的关心和祝福。每当看到各位的留言，我心里都会被感动到。在这里也替二老感谢各位朋友们，祝大家平安常伴，岁岁无忧。这次回到父母家，住的时间是最久的一次了。从老人入院检查到术后康复，作为儿子的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个儿子根本不够用。这小半年来，我竭尽一切去寻找一种平衡，结果是根本找不到。工作停摆，健身和娱乐的时间都没了，自己的生活被彻底改变，那种被限制的感觉，谁体会谁知道啊。特别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，还有就是和父母观念与生活习惯不同的时候，我必须也只能选择顺从。只有在两个老人入睡后，也就是在此时此刻，这时间和空间才属于我自己。看着他们术后恢复得很好，心里的确有一份踏实和幸福感，但辛苦是真的辛苦。体力上还好说，主要是心累。还是那句话，家人无恙，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。就在这段时间里，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，皱纹出来了，白头发多了，肌肉也掉了，简直是太棒了。真的，我就觉得奇怪，工作生活的压力没让我有这种感觉，没让我感觉到如此吃力。可这段时间，我真的是身心俱疲。对于原生家庭，我无法选择，对于他们老两口来说也一样，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子，他们也没得选。你说在这段时间里能没有矛盾吗？当然有，那能怎么办呢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这就是命。对了，关于这个原生家庭和孩子教育问题，给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频道，这个频道名字叫与人说，博主名字叫小帕，频道链接在下面的说明栏里。我估计小帕应该比我年长几岁，看了小帕的几期节目，不说感同身受吧，但确实有共鸣，建议大家有时间了看一看。有几期视频的确给我了新的思路，也更能让我看清眼下的一些现状，有启发，很受用。前面说到了这个当儿子的事情，那么今晚我们就来聊一个关于儿子坑爹的事儿。说起民国时期的那些公子哥，大家可能会想到张学良的帅气或者浦东的才情。但如果我们要选一个最能折腾、最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选手，那非袁克定莫属。这位袁大公子不仅把自己亲爹推上了火坑，还顺便把整个袁氏家族带向了深渊。欢迎来到壁话太多，我是三太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更需要你点击热推，送出 hype 积分。壁话太多，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。袁克定呢，是袁世凯的嫡长子，也就是袁佩夫人于氏生的第一个儿子。在那个讲究嫡庶尊卑的年代，他出生的那一刻就自带光环。袁世凯对他寄予了厚望，觉得这孩子以后肯定能接自己的班儿。袁克定长得其实还挺体面，受过正规的西式教育，还去德国留过学，德语说的那是相当溜。按照现在的标准看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海归高干子弟，前途无量。如果他能安安分分做个富二代，或者在北洋政府里混个正经差事，袁家的结局可能完全不同。但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拐了弯儿。这一年，袁克定在老家河南张德骑马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。年轻气盛的大公子穿着考究的马装，正准备在大伙面前显摆一下英姿，结果马受了惊，一个橛子就把他给甩了下来。这一摔可不得了，直接把他的腿给摔断了。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一般，
袁世凯急得不行，赶紧把他送到德国去治。德国的医生虽然医术高明，但也没能让他重新健步如飞。从此以后，袁克定走路就有点一瘸一拐的。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残疾，更是心理上的转折。一个原本心高气傲的年轻人，突然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袁大瘸子。这种落差让他变得非常敏感和阴郁。在德国治病期间，他接触到了德国的那种君主制。他看着德皇威廉二世威风八面的样子，心里那个羡慕嫉妒恨啊，简直要溢出来了。他心想，我爹现在是民国大总统，手握重兵，凭什么不能也弄个皇帝当当？如果我爹当了皇帝，那我就是皇太子。这瘸腿不仅不是缺陷，反而成了高贵的标志。回到北京后的袁克定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他开始疯狂地给袁世凯洗脑。那时候的袁世凯其实心里也挺纠结。他虽然练拳，但也知道当皇帝是逆潮流而动，风险太大。但袁克定不这么想，他觉得自己这辈子能不能翻身，全看老爹能不能穿上龙袍。他开始在袁世凯身边安插自己的人马，整天吹嘘什么民意所向。最离谱的是，袁克定发现袁世凯每天都要看《顺天时报》，这报纸是日本人办的，在当时的北京很有影响力。袁世凯想通过他来了解日本人的态度。袁克定一看，机会来了，他竟然花重金专门请了一帮人，每天按照老爹的喜好伪造一份假的《顺天时报》。在这份假报纸上，每天的内容都是中国百姓如何渴望帝制，日本政府如何支持袁大总统称帝等等。袁世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，看着这张定制版的报纸，那心里成天都是美滋滋的。他以为全世界都在盼着他当皇上，以为他的长子真是个大孝子，正在为他的前途奔波。可他哪知道，这份报纸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，而他最信任的儿子正坐在暗处，像导演一样操纵着这一切。袁克定这种偏执的野心，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，正在慢慢吞噬袁家最后的一点运气。他不仅骗亲爹，还骗自己。他在府邸里已经开始把自己当成储君了，搞得那些投机分子看到袁大公子这么得势，纷纷围拢过来，整天在他耳边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种虚假的繁荣让袁克定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他觉得只要老爹一点头，大清朝没办成的事，他们袁家就能办成。可是权力的游戏可不是关起门来做模拟。他以为自己掌握了媒体，掌握了老爹的信息源，就能掌控整个国家。这种认知上的错位，正是袁氏家族悲剧的起点。一个残疾的身体，再配上一个膨胀到变形的灵魂，袁克定就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。他完全没意识到，他亲手点燃的这把火，最后不仅会烧掉袁世凯的总统宝座，还会烧掉他们3代人的尊严和财富。这时候的北京城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实际上暗流涌动。大家都在看着袁家的这出独角戏。有的人呢是在等机会，有的人则是在看笑话。而袁克定正站在舞台中心，自我陶醉。他以为自己是在造梦，其实是在挖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。这种疯狂的开端，注定了一个凄凉的结局。要说袁克定这辈子干过最绝的一件事儿，那绝对是把报纸玩成了剧本杀。咱们现在总说信息茧房，觉得是被算法给困住了。但袁克定早在100年前就亲手给他爹造了一个纯手工的信息茧房。这件事在历史上出名的很，也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假版《顺天时报》。
那时候的袁世凯虽然已经当上了大总统，权倾天下，但他心里其实挺虚。他这辈子见过太多大风大浪，知道改朝换代不是请客吃饭，那是得掉脑袋的。所以老袁有个习惯，每天早起必须要读《顺天时报》。这报纸是日本人办的，立场比较客观，关键是能反映出国际上，尤其是日本方面对他称帝的态度。老袁心想，只要日本人不反对，这皇帝位子他坐的就稳。袁克定太了解他爹了，他看出了老袁那点犹豫不决的小心思，他觉得老爹就是胆子太小，得加把火。于是他动用了大笔银子，在北京城里秘密找了一帮搞印刷的工匠。他要求这帮人每天按照真实《顺天时报》的排版和字体，甚至是纸张质感，来原封不动地印出一份他设计的老爹专供版。在这份每天准时送到袁世凯办公桌上的假报纸里，内容全变了。原本批评帝制的文章被改成了全国人民翘首以盼，甚至说各省百姓都准备好了万民书，跪求袁大总统早日登基。原本日本政府的观望态度被改成了全力支持，甚至暗示只要袁世凯当了皇帝，中日友好就能万年长青。袁世凯每天一边吃着早点，一边翻着这份报纸，心里那个美啊！他心想，原来大家都这么爱我，原来日本朋友这么够意思，看来我不当皇帝真是对不起全国人民。这时候的袁克定就侍奉在老爹身边，看着老袁脸上的笑容，心里估计也在冷笑。他觉得自己这一招简直是神来之笔，把亲爹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这种欺骗持续了很久，甚至连袁世凯身边的一些亲信都被瞒过去了。袁克定不仅自己骗，还动员身边的狐朋狗友一起演戏。每当袁世凯有所怀疑，去问袁克定外面情况怎么样时，袁克定总是拍着胸脯说：“哎呀，现在外面形势那可是一片大好啊，大家都在等着喝皇太子的喜酒呢。”但谎言终究是谎言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有一天，事情败露的方式非常戏剧化。袁世凯的一个女儿，也就是袁克定的妹妹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份真正的《顺天时报》，那是她的丫鬟去外面买零嘴时顺手带回来的。这位大小姐一看报纸，整个人都傻了。真实的内容全是骂袁世凯倒行逆施，不得人心的，跟家里天天看的那份完全不一样。他赶紧拿着这张真报纸去找袁世凯。老袁当时正做着皇帝梦呢，一看这张报纸，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。他把自己那份对比了一下，发现除了报头一样，内容简直是天差地别。袁世凯这种老江湖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他气得浑身发抖，直接把袁克定叫了过来。据说当时袁世凯是拿着皮鞭对着这个瘸子儿子就是一顿猛抽，他边打边骂，说袁克定是欺负误国。这一顿给袁克定揍的确实挺狠，但是木已成舟啊。那时候称帝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筹备大典的银子花出去几百万两，各地的劝进信堆得像山一样。老袁这时候想刹车也难了，他被儿子架到了火上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演。袁克定被打得不轻，但他心里竟然没觉得多后悔。他觉得老爹就是老糊涂了，临门一脚的时候犯怂。他坚信只要把那层窗户纸捅破，等黄袍加身的那一刻，老爹会感谢他的。这种极度的自私和妄想让袁克定彻底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。他不仅是在骗他爹，他是在赌整个家族的命。这就是袁克定的逻辑，为了那顶虚无缥缈的皇冠，他连亲情都可以当成筹码。他这种玩法在历史上也是独一份了。他以为自己是总导演，能操控一切，却没发现自己正带着全家人往悬崖边上冲。
这种疯狂的欺骗也为后来袁家的凄凉结局埋下了最大的伏笔。就在袁世凯还被那张假报纸蒙在鼓里的时候，咱们这位袁大公子，也就是未来的皇储袁克定，已经在自家府邸里提前搞起了登基演习。那种认真劲儿，真是不当导演可惜了。他觉得自己老爹当皇帝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作为长子，他离那个太子的宝座也就差一张办公桌的距离。袁克定在府里给自己立了规矩，凡是下属或者家丁见了他，不能再叫大公子，得改口叫大爷，或者私下里称呼殿下。他每天早上起床得有人伺候着，穿上那种仿德式的华丽军装，靴子擦得锃亮。他走路本来就一瘸一拐，穿上这身行头，走起路来更显得姿态怪异，但他自己觉得那是威严。他在书房里摆满了各种关于各国皇室礼仪的书，整天研究登基那天他该站哪儿，该怎么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袁克定还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皇太子的专属服饰。他觉得既然要搞帝制，那排场必须得大，甚至比大清朝还要洋气。他甚至开始物色未来的太子妃人选，尽管他已经有了正妻，但在他的逻辑里，皇帝的儿子多娶几个，那是为了江山社稷。他这种迷之自信，让当时很多清醒的袁家人看了都直摇头。他二弟袁克文，也就是那位风流倜傥的民国四公子之一，就特别看不惯他哥这副嘴脸。袁克文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这皇帝梦就是个火坑，还写诗讽刺说：绝帘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。袁克定听了不仅不反思，还觉得二弟是嫉妒他，差点没跟亲弟弟掐起来。在他眼里，谁挡着他的皇帝梦，谁就是阶级敌人。袁克定甚至开始提前行使批奏折的权利。有些投机钻营的小官知道袁世凯听儿子的，就先把各种求官求财的信件送到袁克定这儿。袁克定也是来者不拒，学着老爹的样子，在上面用红笔写点意见。那种掌握生杀大权的快感，让他完全迷失了自我。他觉得这就是他应得的生活，他生来就是要统治这片土地的。他在府里还养了一群所谓的智囊团，其实就是一群蹭吃蹭喝的马屁精。这帮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变着法子夸袁克定有真龙之气，说他的瘸腿是步步生莲的吉兆。这种话现在听着想吐，但当时的袁克定听的那是如痴如醉。他完全活在了一个由马屁和谎言构筑的肥皂泡里，甚至开始计划登基之后怎么分封自己的那些狐朋狗友。这种准皇帝的生活让袁克定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他觉得天下大事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他完全没去想，后来被誉为护国大将军的蔡锷已经准备起兵了，孙中山正在到处演讲，北洋的老将们也都在冷眼旁观。他只关心他的礼服合不合身，只关心报纸上的赞美诗够不够长。这种脱离现实的疯狂，其实已经预示了结局。他在家里演习的越是起劲，外面的民怨就积压得越深。这种极度的傲慢和无知，让他成了袁家最危险的人物。他以为自己是在为家族开创万世基业，实际上是在给袁家挖坟。那段时间，袁府上下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，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。袁克定就在这火焰中心跳着一曲荒唐的独舞，浑然不知将要大难临头。就在袁克定沉浸在皇储美梦里无法自拔的时候，袁家内部其实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这种乱不是一般的吵架，而是那种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的决裂。袁世凯这辈子娶了10房姨太太，
生了32个子女。这庞大的家族原本是老袁最稳固的后方，可就在称帝这件事上，袁克定成了众矢之的。首当其冲的就是他那个才华横溢的二弟袁克文。袁克文这人虽然爱玩，爱逛八大胡同，但他脑子清醒得很。他一眼就看穿了大哥这种把全家人往火坑里推的做法，简直是疯了。袁克文在公开场合写诗讽刺说：“绝莲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。”意思就是劝老爹别去凑那个皇帝的热闹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袁克定一看这诗，气得当场就把桌子掀了。他觉得二弟这是在动摇军心，甚至跑到袁世凯面前打小报告，说袁克文心怀不轨。这亲哥俩在那段时间闹得跟仇人似的，家里人劝都劝不住。不仅是二弟，袁世凯的其他子女们也都开始用各种方式表达不满。有些胆子小的干脆找借口搬出袁府，省得以后被连累；有些性子烈的直接在饭桌上跟袁克定吵起来，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想当太子想疯了。这个袁克定呢，他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他觉得这些弟弟妹妹们那都是没见识的败家子，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开国元勋。袁克定在府里越来越霸道，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，那袁克定就会动用太子的威权整他。这种内耗让袁府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原本过年过节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，现在聚在一起吃顿饭都得各怀鬼胎。袁世凯坐在主位上，看着底下的孩子们为了称帝的事吵得不可开交，心里估计也是五味杂陈。老袁虽然老谋深算，但在处理家事上，他显然被袁克定给带偏了。他甚至开始觉得，如果能传位给儿子，那这江山才真正姓袁。这种封建思想的余毒，在袁克定的煽风点火下，彻底战胜了老袁的理智。称帝大典前夕，袁家内部的撕裂已经无法弥合。袁克定的几个妹妹甚至抱头痛哭，觉得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弄这种掉脑袋的事情。他们知道，一旦老爹登基失败，袁家这棵大树倒了，所有人都会跟着遭殃。可袁克定不管这些，他正忙着给他的那帮太子党分封官位呢。他在家里的书房里，对着地图就是一顿指指点点，仿佛这天下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。最让袁克定心寒的是，连一向听话的几个姨太太也开始窃窃私语。他们担心老袁的身体，更担心未来的局势。袁克定在家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，除了那些为了求官发财的马屁精，没有一个真心实意支持他的家人。这种众叛亲离的滋味，袁克定其实心里清楚得很，但他被那种对权力的渴望给麻痹了。他觉得只要大典举行了，只要他当上了皇太子，这些人都会跪在他脚下求饶。这种病态的偏执让袁克定彻底丧失了作为兄长的温情。他不仅在政治上推波助澜，在家庭内部也搞起了高压统治。他甚至派人监视弟弟妹妹们的言行，怕他们去老爹那儿说坏话。这种还没当上一家之主就开始搞特务统治的行为，让袁家上下对他厌恶到了极点。可以说，在袁世凯还没正式登基之前，袁家这个小朝廷其实已经崩塌了。袁克定以为自己是在建立丰功伟绩，实际上他是在亲手拆掉袁家最后的防御墙。袁世凯这辈子也算是个枭雄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最后竟然栽在了亲儿子的手里。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称帝大戏，仅仅维持了83天，就彻底崩盘了。随着蔡锷在云南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，全国各地的反袁声浪那简直要把中南海给掀翻了。这时候的袁世凯，每天坐在那把还没捂热的龙椅上，听到的全是坏消息。
看到的再也不是那份定制版的假报纸了。袁世凯的身体垮得特别快，他这人本来就患有严重的尿毒症，再加上这种急火攻心，整个人迅速干瘪了下去。他躺在病床上，看着那个依然在他耳边念叨着局势尚可控制的瘸子儿子袁克定，那心里真的是恨透了。老袁这种玩了一辈子权术的人，最后发现自己被亲儿子当猴耍，这种羞辱感比丢了江山还让他难受。据说袁世凯临终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指着袁克定骂，说这个儿子误我。袁克定这时候也傻眼了，他预想中的万事基业，还没等他穿上太子的正装，就变成了一场噩梦。他看着老爹的病情一天天恶化，看着北洋的老将们一个个反目成仇，他才意识到，那份假报纸能骗得了一个人，却骗不了全天下的人。他的那些所谓的智囊团早就跑得无影无踪，剩下的只有袁家这一大摊子烂账。1916年6月6日，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离开了人世。这位民国大总统最后的身份竟然是一个尴尬的废帝。他在临终前交代后事，甚至都没想过要把权力和位置留给袁克定，而是通过正式程序把大总统的位置交给了黎元洪。这对袁克定来说，那简直就是当头一棒。他梦寐以求的皇冠连个毛都没留下，就这么随风散了。袁世凯死后，袁家原本那种虽然虚假但还算体面的生活瞬间瓦解。那些平日里对袁克定点头哈腰的政客和军阀，那变脸变得比翻书还快。他们不仅不再承认袁克定的地位，甚至开始清算袁家在称帝期间的花费。袁克定站在灵堂前，看着那些冷冰冰的面孔，心里大概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凄凉。他原本以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接班人，结果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误国元凶。袁世凯在留下的最后遗言里，对他这个长子那是充满了失望啊。老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终于看清了袁克定那种偏执背后的无能。他知道袁家接下来的日子会非常难过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正是这个他曾经最器重的儿子。这种父子关系的彻底破裂，在袁世凯合眼的那一刻，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。袁克定看着父亲的灵柩，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后悔。他那个疯狂的皇帝梦，不仅葬送了父亲的名声，也葬送了袁家未来几十年的运势。83天的美梦，换来的是一辈子的唾弃。这种代价，对于一个还没从皇储身份中走出来的纨绔子弟来说，实在是太沉重了。但故事才刚刚开始，大树倒了之后，袁家这群还没断奶的孩子们，该怎么在这乱世里活下去呢？这才是真正的考验。老袁这一走，袁家那根顶梁柱算是彻底折了。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完那场凄凄惨惨戚戚的丧事后，剩下的袁家人面对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分家产。袁世凯这辈子攒下的家底确实厚实，即便称帝的时候挥霍了不少，剩下的银子、房产、古董都加起来，依然是一笔能让人看红了眼的巨款。按照规矩，作为长子的袁克定负责主持这场散伙饭。这顿饭吃的那叫一个心惊肉跳。袁世凯那10房姨太太和30几个孩子往大厅里一坐，空气里全是算盘珠子的响声。袁克定这时候还没从皇太子的幻觉里完全清醒过来，他依然摆出一副家主的架势，想拿大头。可底下的弟弟妹妹们早就不买他的账了。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，老爹的名声是被你搞臭的，家里的江山是被你折腾丢的，现在分钱，
你凭什么还敢多拿？二弟袁克文表现得最潇洒，他这人对钱没概念，只要能让他继续买古玩、听戏、喝花酒，给多少算多少。但其他的兄弟姐妹可没这么好说话，尤其是那些平时被袁克定打压的房头，纷纷提出要公平竞争。最后，在北洋老臣徐世昌等人的调停下，这笔遗产被分成了几十份，每个儿子分了一笔现款和房产，每个女儿也有一份不菲的嫁妆，连那些姨太太也都拿到了养老钱。袁克定分到了北京的一处大宅子，也就是著名的宝钞胡同那一套，还有大量的现金和股票。按理说，这笔钱只要不瞎折腾，够他锦衣玉食活上几辈子了。可问题在于，袁克定从来就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他这种人，骨子里就是要做就做最大的那种气场。哪怕老子不当这个皇帝了，那也要当全北京城最阔绰的爷。分完家产的那天晚上，袁府上下灯火通明，那是最后的狂欢，也是彻底的分离。各房太太带着自己的孩子，那连夜就开始收拾东西搬家。原本热闹非凡的袁府，现在就像一棵枯萎的大树，树上的鸟儿各自飞向了不同的枝头。袁克定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，看着一车车的财宝被运走，心里那种落差感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。他原本以为自己继承的是一个帝国，结果到头来只剩下几箱子钞票。更凄凉的是，随着家产的分散，袁家那股凝聚力也彻底散了。以前大家聚在一起是因为有个大总统的爹，现在大家聚在一起只会为了多抢一个古董花瓶而吵得面红耳赤。这场散伙饭标志着袁氏家族作为政治势力的彻底终结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不再是统治这个国家的家族，而是一群带着厚重历史包袱的普通富家翁。那么袁克定呢，就带着他的那份家产住进了属于他的独立王国。他依然顾着成群的仆人，依然讲究着那种刻板的皇室礼仪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没有权力的财富就像是摆在路边的肥肉，那早就被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给盯上了。这种虚假的安逸又能维持多久呢？分完家产后的袁克定正式开启了他的顶级纨绔生涯。他搬进了北京宝钞胡同的那座大宅子，那地方大的能跑马，装修的更是富丽堂皇。虽然老爹的皇帝梦碎了，但袁克定在自己家里依然坚持要把那场戏演下去。他呢，给自己定了一套规矩，家里必须得有几十个佣人伺候着，而且这帮人见了他不能叫老爷，必须得叫大爷。那语气得要恭敬的像见到了当年的老佛爷一样才行。他在生活细节上讲究到了变态的程度，每天早上起床得有专门的人伺候他穿那身考究的西装或者长衫，领带的斜度都要拿尺子量。他在家里吃饭，那不叫吃饭，那叫用膳。一桌子菜起码得有几十道，哪怕他一个人吃，排场也得摆足。吃完了饭呢，他最喜欢的消遣就是提溜这个精美的鸟笼子在院子里遛鸟。那鸟笼子都是名家手工打造的，里面装的是最名贵的品种，连喂鸟的食罐子那都是乾隆年间的官窑瓷器。这种日子看起来挺滋润，其实全是靠烧钱撑着的。袁克定这辈子没正经上过班，更没学过怎么理财，他觉得那笔遗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他不仅自己花钱大方，对身边那些跑腿的拍马屁的也特别慷慨，只要有人夸他一句大爷威武或者大爷有远见，他随手一掏就是一叠钞票甩过去。像他这种人，就是把这种挥霍当成了维持尊严的唯一手段。他二弟袁克文这时候也在上海玩得风生水起，那才是真名士。
靠卖字画、写文章也能活得挺滋润。但袁克定不行，他放不下那个准皇储的架子。他觉得去劳动、去挣钱是丢人的，只有花钱，那才能显出他的身份来。他开始沉迷于各种高消费的社交，请客吃饭必去北京最顶级的酒楼，还得要包场。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，让他仿佛回到了当年的中南海，回到了那个父亲还没骂他误我的午后。可北京城的人私底下都管他叫败家子。大家看着他那一瘸一拐在街上遛鸟的样子，眼神里没有敬畏，全是嘲讽和戏弄。这种心理上的扭曲让袁克定变得越来越孤僻。他开始迷信一些江湖术士，整天在家里搞些神神秘秘的仪式，祈求袁家能有东山再起的一天。他花大价钱请人看风水、算命，那些个骗子早都看准了他的软肋，变着法子来掏空他的兜。他在这种虚假的繁荣里越陷越深。当时的北京城政治中心已经南移，北洋的那些老朋友们大多退隐或者自顾不暇，没人会再来关照这位前朝的大公子了。袁克定依然活在自己的那个信息茧房里，只不过这次不再是假报纸，而是他自己构筑的一个名为富贵的梦。他根本不知道，这种靠典当祖宗余荫撑起来的面子，就像秋天的叶子，风一吹就散了。而且他那种刻板的礼仪和挥霍，其实是对袁世凯最大的讽刺。老袁一辈子摸爬滚打，攒下这点家底，是为了让子孙立足，不是为了让他在胡同里当个提笼挂鸟的活标本。袁克定这种极度的自恋和傲慢，也渐渐让他彻底失去了适应新时代的能力。日子是一天天的过去，北京城的城头风云变幻，袁克定的兜里也开始见底了。那种挥金如土的日子终究是有尽头的，尤其是在那个乱成一锅粥的年代，钞票贬值比翻书还快。等到日本人进了北京城，袁克定的生活已经从顶级纨绔降级到了典当度日。可就在这个所有人都觉得他会为了5斗米折腰的时候，这位平日里看着极不靠谱的大瘸子竟然硬气了一回。那时候日军为了稳定局势，特别喜欢找那些前朝的名流出来撑场面，也就是所谓的请老将出山。他们盯上了袁克定，觉得他是袁世凯的长子，身份特殊，如果能拉拢他出来当个伪职，那对北洋的老部下们绝对是个巨大的诱惑。日本人派出了说客，提着厚礼来到了袁克定那已经有些破败的宅子里，而且开出的条件也非常诱人。只要他肯点头答应，不仅能保住他的家产，还能给他一个高官厚禄，让他重新找回当年的威风。这要是换成一般人，可能早就顺杆爬了。但袁克定这时候表现出了一种极其古怪的倔强。他坐在那把老旧的红木椅上，听着日本人的诱惑，脸上竟然挂着一种轻蔑的笑。他回了一句话，大意是说，我袁家虽然落魄了，但我爹好歹也是正经的国家元首，我作为长子，要是给你们去当走狗，那我下辈子都没脸去见老头子。这种骨子里的清高，在那一刻盖过了他对金钱的渴望。这大概是袁克定这辈子唯一一次像个爷们儿的时刻。他拒绝了日本人的诱惑，也拒绝了那条通往汉奸的捷径。日本人看他油盐不进，最后也只能悻悻而去。但拒绝是有代价的，日本人开始明里暗里的排挤他，原本就艰难的生活变得更加雪上加霜。为了活命，他开始大张旗鼓地变卖家产。今天卖掉一个祖传的青铜鼎，明天当掉一套珍藏的古籍。他的宅子里，原本成群结队的仆人散了一大半，剩下的几个也是因为没处去才留了下来。袁克定依然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长衫，
即便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，他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把那双旧皮鞋擦得锃亮。这种落魄贵族的坚持，在北京城的老百姓眼里，既显得滑稽，又带着那么一点点让人敬佩的心酸。大家开始意识到，这个曾经坑爹的阔少，心里竟然还藏着一点民族大义的火星子。他这种底线，其实也是一种对他父亲名声的守护。他虽然以前害了袁世凯，但他知道，如果自己当了汉奸，那袁家这块牌子就彻底烂透了，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。他宁愿在胡同里啃冷馒头，也不愿意去吃日本人给的那口热饭。这种心理逻辑很有意思，他可以对不起自己的家庭，可以对不起国家的发展，但他绝对不能允许别人羞辱他的血统和家门。这种硬气让他赢得了一点点尊重，但也让他彻底陷入了贫困的泥潭。随着抗战的僵持，袁克定的日子越过越窄。他开始出现在一些地摊上，亲自去处理一些零碎的小物件，那种瘸着腿在风里蹒跚的样子，成了老北京胡同里一道凄凉的风景线。他那个皇帝梦早就散成烟了，剩下的只有这一身怎么也脱不掉的傲骨和怎么也填不满的肚子。这种反差让他的人生呈现出一种悲剧性的荒诞，但也让人看到了袁家子孙身上最后的一点血性。到了抗战后期，袁克定的生活已经不能用落魄来形容了，那简直就是一场肉眼可见的坠落。曾经那个在宝钞胡同挥金如土的大爷，终于把最后一点祖产也给折腾光了，因为他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，那些原本还能维持体面的镜像全断了。他被迫卖掉了那座大得吓人的宅子，带着剩下的一点家当，搬进了一间低矮阴暗的土房里。这种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跌，足以让任何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崩溃，但袁克定却表现出了一种近乎麻木的淡定。大家可以试着脑补一下那个画面，一个曾经顿顿要吃几十道菜，走路都要人搀扶的皇太子，现在窝在四面漏风的破屋里，围着一个煤球炉子取暖。墙皮在脱落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儿。他那件引以为傲的貂皮大衣早就进了当铺，换成了满是补丁的棉袍。可即便是在这种环境里，袁克定依然有着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执着。他每天早上起来，还是会把那几根所剩无几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然后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破椅子上，盯着墙壁发呆。他这时候已经没什么朋友了，以前那些围在他身边转的智囊和清客，早就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偶尔有几个老邻居路过，看着这位瘸着腿、满脸菜色的老头，很难联想到他就是当年那个差点当上皇太子的人物。他开始典当度日，今天拿出一对橙色一般的玉镯，明天拿出一把已经生锈的佩剑。当铺的伙计看他落魄，诚心压价，他也不争辩，拿了钱转身就走。那种沉默里藏着一种对现实的极度厌恶，也有一种无力回天的自尊。最难熬的是冬天，老北京的冬天那是真冷，寒风往骨缝里钻。袁克定因为腿上有残疾，一到冷天就疼得钻心。他在那间土房里连买煤的钱那都得算计着花。有时候实在冻得受不了，他就把以前那些旧书旧报纸拿出来烧了取暖。讽刺的是，这些书报里说不定就有当年赞美他老爹功绩的文章。火光映在他那张苍老的脸上，那种红光看起来不仅没有暖意，反而透着一种荒诞的凄凉。他在这种极端的贫困中，竟然开始研究起佛学和易经来。他可能是在想，自己这辈子到底哪步走错了，或者说袁家的运势怎么就散得这么快。他这种人，即便饿着肚子，
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些形而上的东西。他拒绝去干任何体力活，哪怕去扫个街、卖个报纸能换口热饭，他也坚决不去。他觉得作为一个皇太子，最后的底线就是不能像平民一样去讨生活。这种固执让他在这间土房里活得像一个来自古代的幽灵。这时候的袁克定其实已经彻底被时代抛弃了。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战火、革命、动荡这些词汇对他来说太沉重，也太遥远。他只想在这方寸之地守住他那点可怜的发了霉的骄傲。他从豪宅搬进土房，不仅仅是空间的缩减，更是他人生的全面崩塌。他那场关于权力和富贵的梦，最后缩减成了一个破碗、一个煤炉和一具残缺的身体。这种落差，这种凄凉，或许就是命运对他当年那个假报纸谎言迟到的，也是最沉重的报复。就在袁克定快要饿死在那间小土房里的时候，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，让他遇见了生命中最后的那位贵人，也就是他的表弟张伯驹。说起张伯驹，那可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收藏家，号称京城第一名士，家里不仅有钱，更有那种文人的古道热肠。张伯驹在街上偶然遇到了那个衣衫褴褛、瘸着腿蹒跚而行的袁克定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哎呦，这还是当年那个鲜衣怒马指点江山的皇太子吗？张伯驹这人仗义，二话没说，直接把袁克定接到了自己家里供养起来。于是在这座幽静的宅院里出现了一幕非常奇特的画面。一个是为了保护国宝不惜倾家荡产的清高名士，一个是把亲爹坑进火坑的落魄贵胄。这两个身份截然不同的人，竟然在同一屋檐下过起了日子。张伯驹对这位大表哥非常客气，不仅安排了单独的房间，还叮嘱家里的佣人一定要像对待尊贵的客人一样对待袁克定，千万不能露出一丁点嫌弃的神色。袁克定住进张家后，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傲慢和讲究又开始复苏了。他虽然兜里一分钱没有，全靠表弟接济，但在张家吃饭时，他依然要摆出那副皇室的谱来。他要求每顿饭必须有固定的菜式，坐姿要端正，甚至连拿筷子的姿势都要符合他那套陈腐的礼仪。张伯驹倒也不在乎，他觉得袁克定这辈子已经够惨了，随他去吧。这种同居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保住了袁克定最后的尊严。他在张家的时候，每天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看书。他看的东西很杂，从古书到近代的德文原版书，他都能看得津津有味。张伯驹偶尔会和他聊聊天，谈谈古玩字画，或者聊聊当年的北洋往事。这时候的袁克定说话逻辑依然清晰，点评时政时偶尔还会带出那种曾经站在高处俯瞰众生的优越感。他那种孤傲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已经化成了骨血。哪怕是在寄人篱下的日子里，他也从没觉得自己比谁矮一截。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一种极度的错位。张伯驹收留他，是因为亲戚情分和一种对历史人物的怜悯，而袁克定接受收留，却更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供奉。他在张家的院子里遛弯，看着满园的春色，可能偶尔也会想起他在宝钞胡同当大爷的日子，或者想起他在中南海指手画脚的瞬间。但在张伯驹面前，他从不抱怨，也不忏悔。这种两个老牌贵族之间的默契，让袁克定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获得了一个避风的港湾。然而，这种平静背后依然掩盖不了袁克定内心的凄凉。
他知道自己只是个食客，是一个时代的残余。他越是表现得孤傲，就越显得卑微。张伯驹的这种接济虽然给了他肉体的温饱，却无法治愈他灵魂里的那种溃散。他就像一件被张伯驹收藏起来的陈年旧器，虽然还摆在显眼的位置，但大家都知道这件东西已经过时了，再也回不到那个繁华的时代了。这段同居岁月是袁克定晚年少有的温情时光，也是他作为袁大公子最后的一点体面。在张伯驹家寄居的日子里，袁克定留下了一个让当时北京文化圈都啧啧称奇的景致，就是那一身洗不掉的长衫。那时候已经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了，外面的世界那可是翻天覆地的变啊。中山装和列宁装开始流行，大家都在努力撇清和旧社会的联系。可袁克定不，他每天雷打不动，必须穿上一身洗得干干净净、熨烫得平平整整的长衫。即便那长衫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，即便领口因为反复揉搓已经泛了白，他也要穿出一种朕还没退位的气场。这种坚持在别人眼里有多可笑？你想想看，一个靠表弟接济，每天吃着窝头咸菜的老头，非要像个老派绅士一样把那一丁点尊严挂在衣服上，这画面感多讽刺啊！但他不仅穿的讲究，连吃东西的派头也一点不能丢。张伯驹家那时候的日子也开始紧巴了，大家同甘共苦，饭桌上经常就是大锅饭、粗粮。袁克定倒也不挑食，但他吃饭的时候背部必须挺得笔直，左手扶碗，右手拿筷子的高度都有讲究，那种仪式感让他手里那个窝头仿佛变成了满汉全席。他这种人活的就是一个仪态。有一次张伯驹的朋友来访，看到袁克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，腿脚也更不利索了，但他即便坐在那张破藤椅上，双腿也是并拢的，眼神目视前方。那种神态让访客一瞬间恍惚了，觉得这老头不是在晒太阳，而是在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。访客事后感叹说，这袁大公子身上有一种洗不掉的霉味儿，但也有着一种打不碎的孤傲。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别人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挑剔。如果张家的佣人递东西的时候姿势不够恭敬，或者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了那么一点儿，袁克定就会皱起眉头，用那种低沉且慢条斯理的语气纠正人家。这种行为在那个讲究阶级平等的年代其实是非常危险且招人烦的，但张伯驹总是帮他打圆场。张伯驹明白袁克定不是在摆谱，他是在自救。如果连这点刻板的礼仪都丢了，那袁克定这个人的精神内核就彻底垮了。这种长衫精神其实是袁克定晚年最真实的写照。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搞砸了，害了亲爹，丢了家产，成了历史的笑柄，但他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这副皮囊的表现。他把这种体面当成了一种最后的防御，他在那一层层折叠的长衫褶皱里藏起了所有的狼狈和悔恨。他就像是一个活在舞台上的演员，台下的观众早就散场了，灯光也灭了，但他依然要在黑暗中把最后一场戏演完。这种坚持到底是高贵还是滑稽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但在老北京那些窄窄的胡同里，大家看着这个穿着长衫、瘸着腿、一脸严肃的老头，心里多少会浮现出一种对旧时代的复杂感触。袁克定用这种方式告诉世界，他还是那个袁家的大公子，即便他现在一无所有。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哲学成了他晚年生活里唯一的支撑点，也是他对抗这个陌生时代的最后武器。
聊到这儿了，咱们稍微停一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袁克定这一辈子的荒唐，其实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儿，这背后藏着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基因诅咒。你看袁家这3代人，从袁克定的爷爷袁甲三，到他亲爹袁世凯，再到他自己，爷孙3代就像是中了一种叫做权力偏执的毒，一个比一个陷得深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，那是靠着镇压捻军起家的狠角色，一辈子在官场上拼杀，给袁家打下了狠辣、果断、看准机会就梭哈的家族底色。到了袁世凯这一代，这种特质发挥到了极致。老袁这辈子就是个顶级的投机主义者，他能从小站练兵混到清朝重臣，再从清朝重臣变成民国总统，这种对权力的嗅觉简直比雷达还灵。但老袁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觉得权力这东西得抓在自己手里才稳当，最后才动了当皇帝的心思。到了袁克定这儿，这种权力崇拜直接变异成了权力妄想。如果说袁世凯还是个有政治手腕的实干家，那袁克定就纯粹是个在实验室里搞爆炸的疯子。他继承了袁家骨子里的野心，却没继承老爹那点审时度势的脑子。他觉得袁家就该统治中国，这种想法在他心里那就像钢筋混凝土一样的稳固。他在德国留学时看到的君主专制，成了他这辈子唯一认定的真理。这种基因里的偏执，让他完全看不见时代的车轮已经转向。这种诅咒最可怕的一点，就是让他们对名望和地位有一种病态的渴求。老袁为了名望去修铁路、办学校，同时也为了地位去窃取革命果实。而袁克定为了那个皇太子的名头，不惜伪造报纸，欺骗亲爹。这种逻辑在正常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，但在袁家的遗传基因里，只要能爬到那个位置，过程怎么龌龊那都无所谓。他们这一家人好像天生就觉得普通人的生活那都不叫生活，只有站在紫禁城之巅俯瞰众生，那才叫活着。这种偏执让他们完全丧失了家族内部的温情。你看他们袁家3代，父子之间、兄弟之间，往往都充斥着利用和算计。袁克定把老爹当成自己当太子的踏板，老爹把儿子当成延续王朝的工具。这种冷冰冰的权力逻辑，让这个庞大的家族在关键时刻就像一盘散沙。当大树倒下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挑大梁，大家都在忙着抢剩下的那点木材。这种基因里的偏执和宿命论，让袁克定晚年的凄凉显得更加讽刺。他守着那身长衫，守着那点可怜的礼仪，其实守的是袁家那份已经腐烂的荣光。他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贵族，其实他只是被权力毒素侵蚀后的残骸。这种诅咒不仅毁了袁世凯的一世英名，也把袁克定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活化石。他这种对权力的偏执，最后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牢笼。他一辈子都在想怎么飞上枝头，却从来没学会怎么在土地上安稳地走路。随着新中国成立，北京城的气象彻底变了。那些曾经躲在深宅大院里感慨世道不公的旧官僚，大多都夹起尾巴做人。袁克定这个名字啊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，那可是妥妥的头号反派。但在张伯驹的四处奔走下，再加上考虑到袁克定晚年坚决不当汉奸的那点风骨，这位曾经的皇太子竟然获得了一份意外的平静。在陈毅和张世钊等人的关照下，袁克定被安排进了中央文史馆，当上了一名文史馆员。这职位的待遇其实不算高，每个月几十块钱的补助，但这对于已经典当金光的袁克定来说，简直就是救命钱。更重要的是，
这个身份让他从一个历史罪人变成了一个活化石。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把自己脑子里那些关于北洋时期的记忆，关于他爹袁世凯的那些往事，一点点整理成文字。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文史馆的办公室里，那小手里的笔写得飞快。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踏实的一段时间，不再需要去伪造报纸，也不需要去应付那些虚伪的马屁精。但在文史馆里，袁克定依然是个异类，他依然穿着那身标志性的长衫，走路依然昂首挺胸。其他的馆员大多是名声显赫的学者或者开明绅士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时，偶尔会提到当年的风云变幻。袁克定大多时候只是听着，偶尔插一句话，语气里还是带着那种改不掉的矜持。他那种博学在此时发挥了作用，德文、英文随口就来，谈起欧洲的君主制度更是头头是道。只是现在的他，不再是那个想当太子的野心家了，而是一个在旧纸堆里寻找归宿的老人。这时候的他，生活极其规律，每天早起，在张家吃过简单的早饭，就瘸着腿慢慢地往单位挪。晚上的时间，他大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面对着一盏孤灯。他开始尝试用一种更客观的视角去审视他老爹。他在笔记里写袁世凯的犹豫，写袁世凯的精明，也写了那种不可逆转的时代宿命。这种自我剖析，对于一个曾经偏执到发疯的人来说，是极其痛苦的。但他似乎在这些文字里找到了某种解脱。他不再去关注外面的政治运动，也学会了在领到生活费时，对着工作人员微微点头致谢。这种从云端跌落到地面的过程，他走了整整30年。现在的他终于双脚着地了，虽然这土地有些粗糙，甚至有些寒冷，但比他在中南海那个肥皂泡里漂浮要真实得多。他在文史馆的那些同事，虽然私底下也会拿他的瘸腿和皇太子身份开玩笑，但明面上都对他保持着一种对老人的尊重。他成了那个被时代抛弃在沙滩上的贝壳，虽然外壳已经破损，但里面依然固执地包裹着一颗旧世界的珍珠。他不再幻想东山再起，甚至不再幻想有人会为他平反，他只是在这最后的岁月里，努力把自己活成一个清醒的旁观者。他看着那个他曾经想统治的国家，在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的逻辑下重新焕发生机。这种沉默的观察，或许就是他晚年最深刻的哲理。到了1958年，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都要冷一些。袁克定已经79岁了，这个年纪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上高寿，但他那副残缺的身体早已油尽灯枯。这位曾经在中南海颐指气使，在宝钞胡同挥金如土的大公子，最后的生命时光是在一种近乎真空的寂静中度过的。他躺在张伯驹家那间光线昏暗的小屋里，窗外的北风呼呼地刮着，带走了这个旧时代最后的一点气息。他的身边非常冷清，袁家那些曾经多的能凑成几个连的亲戚，现在大多远在海外，或者在国内的某个角落隐姓埋名，生怕和这个名字扯上一丁点关系。他的子女们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守在床前。这个一辈子都在追求众星捧月的人，在临终前竟然连一个能说话的亲骨肉都见不到。唯一照顾他的还是那位古道热肠的表弟张伯驹。袁克定临终前的那几天，神志偶尔清醒，偶尔糊涂。清醒的时候，他会盯着天花板，用那双已经浑浊不堪的眼睛巡视着什么。
张伯驹偶尔进去看他，发现他的嘴唇在微微动弹，凑近一听，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有人说他是在念叨德国的往事，有人说他是在呼唤他那个恨铁不成钢的爹，但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老人对生命最本能的留恋。他那根标志性的手杖就靠在床头，已经磨得发亮的把手映射着他这一辈子走过的坎坷路。他在1958年的一个深夜悄然离去，没有送葬的队伍，没有喧天的乐器，甚至连一个正式的追悼会都没有。这个曾经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的男人，就这样孤独地死在了他表弟的宅子里。当张伯驹帮他合上双眼时，这位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名士也不禁感叹，这辈子活得这么累，到底是图个啥？袁克定的死在当时的报纸上连个豆腐块大小的消息都没有，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。讽刺的是，袁克定死后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立起来，他的骨灰被安放得极为简陋，仿佛这个世界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抹掉他存在过的痕迹。他生前追求了一辈子的名望和排场，在他合眼的那一刻碎得渣儿都不剩。他那些曾经为了当皇太子而设计的华丽礼服，那些为了骗老爹而伪造的假报纸，现在都成了博物馆里或者故纸堆里的冷笑话。这种凄凉的落幕其实是一种必然。他的死象征着北洋家族最后的一丝血脉联系彻底断裂。他走得极其安静，安静得让人想不起他曾经掀起过那场惊天动地的闹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留下的唯一东西，可能就是那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坑爹往事，以及那一身到死都没舍得换下的充满了旧时代霉味儿的长衫。聊完了袁克定这一辈子，咱们回过头来看看，这哪里只是一个败家子的故事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关于欲望、权力和错位的世纪大戏。袁克定这一生活得像个精致的提线木偶，只不过提线的那个人是他自己，而线的那一头系着一个早就该入土的皇帝梦。他用80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当一个人被虚荣和野心蒙蔽了双眼，他不仅会毁掉自己的前程，还会拉着整个家族陪葬。这种逻辑听起来很残酷，但在历史的账本上，从来都是一笔一画写得清清楚楚。袁家3代人的兴衰，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。从袁甲三的野蛮生长，到袁世凯的权谋巅峰，再到袁克定的荒诞谢幕，这种从英雄到枭雄再到狗熊的轨迹，让人不得不感叹命运的无常。袁克定最可悲的地方在于，他始终没有弄明白，权力这东西不是靠伪造几张报纸就能偷来的，更不是靠穿上一身长衫就能守住的。其实呢，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点袁克定的影子，那种对现状的不甘，对捷径的渴望，以及那种偶尔冒出来的想要操控现实的小聪明。袁克定把这些特质放大到了极致，所以他摔得也最惨。他晚年的那种凄凉，是他为年轻时的疯狂所支付的账单。好在他在最后关头还守住了那点民族大义的底线，这大概是他这辈子给袁家留下的最后一块遮羞布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袁家人的故事已经成了故纸堆里的余谈，但那其中的哲理却像陈年旧茶，回味起来依然带着一种苦涩的清醒。那些民国的旧事，那些斑驳的长衫，都化成了淡淡的烟雾，随风散去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晚安。